乔大，粥有点凉，热一热。他喜欢吃凉。不是我昨天省政府友会，还有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。那田野呢？是他不愿意来，还是你不让他来？田野也来不了啊，昨天一整天陪着海外客户呢。哎，对了，杨书记，我给你汇报一下啊，我们那个新型的发动机已经打开国外市场了，到上个月为止卖出去2万多台了。好啊，那更说明对南港柴油机厂的整合是必要的。那两回事，两回事。南柴厂那包袱实在太重了。你们北极当年的包袱不重啊？你北极包袱不重，你能哭着喊着进集团，我能在你们身上破费那么多真金白银？哎，和平同志，你现在也括号了，要有全局观念啊！我知道，我现在集团5把手。哼，哎呦，这还有情绪了？那是，问老学长，你就不能让我兼集团的副董事长？你别光括号啊！光括号都便宜你了。哎，你们北极对集团做什么贡献了？又来了。杨书记，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行吗？别总听那周到挑唆。股份公司，尤其是那个上市的那国际公司，不是那么好命令的。所以我不敢命令你啊，我只好求人家刘必定了。行了，两位男同学，在家吃饭别老说公事儿。给，我赞成啊，不要老谈工作，把我们那么多年的深厚的同学友谊都谈没了。好好吃饭啊！哎，你不吃了？这不还凉的吗？不行，我也不吃，真多。我走了。那你坐下。跑哪儿去？不是你该说都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啊，不怎么的，秦老大刚一走你就坏规矩，又要谈工作。那不谈工作，谈谈历史不行吗？行。哎呀，你这是又要敲打我了。不是敲打你，是提醒你啊，历史经验值得注意。是，值得注意，值得注意。大二那年，你是为什么事儿差点被学校处分？啊，帮刘必定打架吗？当年那土木工程系那哥们儿要追刘当年的情况我知道啊，我就问你，是谁到秦校长那儿给你求的情？还能有谁啊？你杨主席啊？哎，我说杨主席啊，这怎么的？这以前的事就忘不了了？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啊？最近，刘必定是不是山东里独立了？嗯，没有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对你跟集团是忠心耿耿啊。这才几天呀，局势就这么被动了？是有点出乎意外呀。看来支撑起咱们宏远系的基础并不那么厚实。刘总，我的意见，东北这几个公司就不能再救了。是啊，该下定决心，壮士断臂了。他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，让他们自己去承担。该抓的人都抓了吧？抓了，3个地区老总都进去了。该。人刘必定那花不完的钱，那谁有功夫搭理咱北极呀？怎么会没工夫搭理你北极啊？啊，刘必定有一点厉害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知道这世界上钱在哪儿，大钱在什么地方。你们北极账上趴着20几亿港币，他会不惦记？惦记也没用，那是发股的募集资金，那谁敢碰啊？对，20多亿港币，谁都不许碰，你也不能乱碰。是。杨书记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走了。走哪儿去？等着吧。刘洪山省长要接见你，早就约好了。啊？省政府办公厅没通知我呀？刘省长的大秘陈处长跟我约的，让我通知你，不行吗？哦。老学长，省长要跟我谈啥呀？好事。
刘省长知道你3宫6院的喜讯，要当面向你祝贺。哎，你说这小人物现在得逞了吧？我冤呀我呀！行啊，到省政府，到刘省长面前喊冤去吧啊！喂，陈处长，哎，您说，计划有变，省长说今天你们不用过来了。啊？刘省长另有安排了？对，省长改变主意了，说一会儿去你们总厂调研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你们准备一下，10点钟，刘省长准时过来。行，那我这就赶往总厂。不用见刘省长了。想得美！刘省长要在总厂接见你。葛平，有些事要想开些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有谁能保证就打个万年桩呢？你孙和平能保证你永远都是北极股份的董事长吗？不敢。你们大多数股东要提议换董事长，我就得下台。就是嘛。如果省委提拔你，让你负更大的责任，你不也得走吗？这可能性不大。这刘省长啊，只要不找我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哼。石头，我怎么觉得这次的危机跟每次都不一样呢？我看到天上有无数只猎食的秃鹰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像阴云一样朝我们压过来，好像随时都会把我们吞没。你是说我们东北企业的态势吗？不，我说的是全国的态势。但是我的主力并没有丧失啊，只是陷入了重围。即便是敦刻尔克啊，我也要带着咱们的主力突出重围。所以任延安和其他企业的欠款都不能拖了。对啊，告诉任延安，他要是不还钱，我们就拍卖掉他抵押过来的1亿股权，说到做到。好的，我去通知他，让他看着办。刘总，孙和平那有他发行股票融来的20多。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啊，让他出钱参战。既然汉江证券啊不接受咱们希望资控的非流通股去做抵押贷款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拿着这些非流通股去跟北极合作，让孙和平他有机会跟咱们一起来控股红星重装？甚至我们可以让孙和平独家做红星重装的第1大股东。虽然说我有点不舍得，但是恐怕也只能这样了。实在不行了啊，就让他们来做第1大股东，去帮我实现重卡整装的制造。如果我们有着20多个亿作为我们反攻的主力，不仅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的被动局面，甚至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啊！越是这个时候啊，越要用战略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，要大气蓬勃、大张旗鼓的干。公司所有的宣传活动啊，规模都要往大了做，而且要加大力度。还有，杨柳不是说让咱们跟他一起改造那个南柴厂吗？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先大范围的宣传起来。刘总，你真不愧是上场的巴顿将军。什么时候还学会拍马屁了？哎，老大，看来是不是开会呢？没接我电话。是这样啊，我们呢已经决定了，跟你们家那位的汉众集团啊一起呢，来改造这个南柴厂，共同成立一家
注资不低于30个亿的新合资公司。一定啊，我还以为杨浦的事儿会影响到你呢。怎么会呢？都快解决了。我主要是要跟你谈一谈啊，这家新的合资公司它的股权融资问题。这可是个新课题，啊，有这个探索的价值。好啊。哎呀，这话还是派个人过去当面说清楚吧，好不好？行啊，那你就派你手底下那个马姨来吧。啊，我看这女孩啊还挺专业，而且挺敬业的啊。你还点起将来了，刘必定，别给我的姑娘下什么迷药啊！哎，老大，咱这是工作呢，你别开玩笑啊。哎呀，杨柳，祝贺你，祝贺大家啊！我看会议室就不用去了，咱们在这说几句呗。行啊，这不我看和平是不是也在这儿吗？和平，干得不错呀，这硬是把平州100年老厂北基搞到香港去上市了，你行啊？刘省长，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集团的大力支持。是啊，刘省长，我们为了支持北极上市，这集团把裤衩都卖掉了。杨总，这就夸张了吧？啊，卖掉几个穿不着的皮袄，这有可能。这裤衩都卖掉了，大家都光着腚吗？啊！刘省长，哎，这集团对我们北极这次上市啊，帮助确实非常大。对，当然，还得全靠孙和平同志努力拼搏。和平同志为了北极上市啊，真的是不顾一切了。去年在欧洲和香港路演，晚上饿了，洗澡水泡方便面充饥。对，就我和杨书记陪他吃的方便面，都能开个小卖部了。哎，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毕竟是北极股份的发起大股东之一嘛，应该的。看看，杨总啊是最公道的了。和平啊，你得庆幸啊，庆幸有这么一个好班长啊。是，那个杨书记大学时候就是我的好班长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孙和平算一个，你们领导杨总这算一个，还有一个宏远系的大富豪刘必定。对，啊，这是汉江大学动力系的，这3节嘛。其实只有2节，杨书记和刘必定，我不算。还学会谦虚了，和平，心虚了。今天不是说车吗？怎么聊上我了？好，咱们说车。来，啊。你觉得刘必定这么夸马姨正常吗？不正常。马姨要是敬业专业，那咱公司就没有不敬业不专业的人了。再说秦总，您最清楚，马姨要不是他父亲给咱公司做了3起房地产信托，他也进不来。这事儿必须保密啊，不能让马姨和其他人知道。明白，咱对他父亲有承诺，肯定替他保守住这个秘密。小马姨也不错，不靠家里的力量，愿意自己出来奋斗，值得鼓励嘛。秦总也不能让他奋斗不成，坏了大事。要不我和他一起去宏远吧？用。你如果去的话，势必会增加刘必定的演出难度，咱破解他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。让马一个人去，我特别想知道刘必定还能怎么演。那个马姨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他父亲叫马虎，是大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，我省著名几大房地产商之一，和钱新亭的关系不错。那他还在信托公司和商经杂志社打2份工，哼，叛逆呗。等将来到社会上头破血流了，他也就踏实了。哎，白主任，这个马姨啊，她要替秦新亭过来谈贷款。谈贷款？他前几天说要来采访您呢，我看您忙就没说。要来采访我？
那正好，你呢，就这样来接待他。好啊，现在你们这有了已经上市的汉江重卡，还有在香港上市的北极股份，这前前后后都是融资平台，局面不错嘛。老领导，这主要归功于您和省政府的英明领导。哎呦，周导，这马屁你是真敢拍呀！啊，领导再英明，还得靠大家去干活啊，是不是？是，那倒是。哎，和平，你在那笑什么呢？哎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可听说了，说你最近还挺忙。忙得厉害。和平同志前一段时间正忙着选美呢。刘省长，你别听周总胡说啊！哎，省长，孙和平光棍一条，他选美合法的。我不光棍，我也没选过美。和平，还是要注意影响，别搞出什么花边新闻来了啊！听见没有？刘省长的指示那是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注意影响。好了，周导，别说这个了啊，刘省长，南柴的事儿呢，我们想向您汇报一下。好啊，我听国资委说怎么的？你们现在对南柴这突然来兴趣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想帮您和国资委分忧解困。哟，这说的真好听啊！告诉我，又发现什么大便宜了？没有，老实说，就是想帮您分忧解困。刘必定点了你的名，你愿意去吗？点了我的名。秦总，你真的放心我去啊？不怕我上当受骗？我怎么会让你上当受骗呢？我叫诱敌深入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。那行，那我去。我替你当替死鬼啊呸！替什么死鬼啊？就要诱饵。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，及时向我汇报。行，那你得让刘必定保证啊，可不能再发生什么流血惨案了。上次死那个人，他就死我眼前，太吓人了。生命只有这一次，很可贵的。知道生命可贵，也算你进步了。刘总吗？我把马一派过去给你做尽调啊。进了你宏远的大门，你要保证它的安全，踩着西瓜皮都找你负责。老大，放心啊，宏远院里的所有水果皮我负责清扫干净啊。行吧，去准备一下吧。做尽调就要有做尽调的样子。孙总，你是不是还是不相信刘必定？我还是去做诱饵的。提醒你一下啊，不要轻易上刘必定的当，吃了他的爱情迷药。爱情迷药？看不出来啊，刘必定还有这本事。要我看，这南柴厂啊，只有交到咱们孙和平手上，这才能干出名堂，是不是？是刘省长啊，这孙和平同志可是个大能人啊。南柴厂交到别人手里，我不敢说，但如果到了和平同志手里，那一定会是个下蛋的金凤凰。杨书记啊，什么下蛋的金凤凰？我现在身上的毛啊都快被拔光了。哎，和平，拔了毛的凤凰，它也是凤凰；下的蛋，它还是凤凰蛋啊。这孙和平可不简单呀！你只要给他一个支点，他就敢把这地球给你撬起来。周总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再没事干，我也不去撬地球啊。对，谁没事干去撬地球啊？这多沉呐！啊！任何人不许误判，你们那点头，谁都清楚。只要客户有意见，赶紧出手，加快资金流动，要认清大局。马总又来督战了，我们楼盘马上就要清盘了，你赶快过来看看，最好今天就来。74平的两居室只剩2套了，我保留了1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找个时间看啊。找什么时间呀？今天就来，马上。那我现在去啊！你等我一会儿啊。李主编，怎么了？我给你提个意见，
有意见以后再提啊，我现在有个急事。哎，别，就几句话。其实大家伙对你都有意见，你太偏向那个马姨了。我怎么偏向马姨了？人家是兼职人员，才华横溢，人家肚子里有东西。可是他每篇文章都是假等，而且长期霸占着爱情麻辣烫，这不公平啊！刘啊，公平是要靠实力的啊！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刘阿姨啊，现在啊，行，那我马上过去啊。刘省长，哎，这做大做强汉中集团的道路啊，有很多条，不止一条，有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怎么着，和平？现在跟杨柳同志还有这个周道同志意见还不能统一吗？哎呀，刘省长，现在的北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困难企业了，现在人家是自成一体了。哎，周总，谁自成一体了？我不能说自己的看法。孙和平同志啊，你发表自己的看法没问题，但我们今天是向省长集体汇报，你不宜只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不顾集团的大局吧？杨总说的对，和平，再有意见呢，都可以保留，要顾全大局啊。是。啊。先生，太太在那边。啊，好。阿姨，这远远就闻见一股甜甜的花草味道了。这花可真好看啊！花呀，可没你的嘴甜。很喜欢跟你聊天，心情好。小鱼啊，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跟我联系的。马姨的情况你都跟我汇报了吗？阿姨，我知道的，可是都告诉您了啊。马姨是什么脾气，你应该清楚的，该骂就骂，该说就说。谁让你是她领导呢？是，这个您放心，只要马姨呀在杂志社一天，我就对她负责一天，及时的向您汇报她的行踪，不让您和马总操心。今天啊，叫你来，是有个事情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您说，您可千万别客气。这卡里有10万块钱，你找个理由啊，帮我们补贴给马姨。这您直接给她不就行了吗？我给她，她得拿呀。你说她这个性子，非要自强自立，自己奋斗。这么大个房子不住，非要搬出去住那么一个小房子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大部分都是这么生活的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说起来我就一肚子气。你找个理由帮我补贴给她啊。总的来说，汉中这总体还是不错的，是要充分肯定的。杨柳，你责任心强，是个帅才，这就像这韩信带兵，多多益善。所以啊，我不怕你伸手。刘省长，我也是从工作出发，从您和省政府既定的战略大局考虑嘛。好啊，但是呢，要学会啊，容纳别人的意见。你比如说，孙和平同志的意见。下午集团有个会，你得参加吧？不参加，我请假。你怎么能请假呢？会上头我还想讲一讲你这段时间的错误行径呢。周道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孙文平同志，我也警告你，请你摆正自己在集团的位置。你放心啊，我摆得正。5把手。这孙和平嘛，有开拓精神，适应市场的能力也强，风风火火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能横刀立马、脱缰劈土的大将啊。刘省长，这正是我的一块心病啊。孙和平的北极股份在香港上市了，翅膀硬了，我担心他以后会一飞冲天。杨柳啊，要我看，这还成为孙和平的一大优点了。
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这不是好兵啊！不想一飞冲天的，那8成是鸡。只有雄鹰啊，它志在蓝天，它肯定想一飞冲天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您说的是。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你是还想当一把手了？那让杨书记让贤好了。少扯杨书记。不，咱那个拳击赛怎么着？什么时候回个话啊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回话，奉陪到底。就不信了，你还敢殴打革命干部？革命干部，我不是革命干部。杨柳啊，我希望汉中集团要成为鹰巢，不能做鸡窝。好吧，大家再见，下次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刘省长。好，再见，刘省长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来，说话。他还跟上了，啊？这省长给他开刀。行，赶紧忙去吧，啊！好，走。刘强，你这吃枪药了是怎么着？我的声你都听不出来了？你是不是在海州呢？你这样啊，你到珠穆朗玛景区来，我呢请你吃大餐。我这哪有心思吃大餐了？我气我都气饱了。谁呀？是不是杨柳跟周道啊？快，赶紧上我这儿来啊！上我这儿来申冤诉苦来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跟他们呀不是一类人。你是这在天上翱翔的雄鹰，对不对？他们俩呢是在这地上溜达的草鸡。他们要真是草鸡就好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到我这儿来啊！我请你吃大餐啊，再跟你做笔大买卖。我让你这只雄鹰啊一飞冲天，好吧？李桂定，你这贼心不死，又想策反我呀？你知道那杨柳现在盯我盯得多紧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！我胆我都快吓破了我。你还能被吓破胆啊？你这胆儿多大呀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偷偷摸摸的跟任延安来了个萧何月下追韩信呢？还秘密的派着钱平去会见了任延安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哎，你别不说话呀！我问你呢。哎，必定，这事儿你都知道？我什么不知道啊？这是老人告诉我，他说他打算把这个消息呢卖给杨柳，被我及时的给阻止了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兄啊！这是知我者必定兄也。行，我过去啊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，我等你啊。什么事儿？刘总，那个马姨今天就我对付啊，财务那边不派个人？不用派人，你就按我说的步骤啊，熬鹰，不能急。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，让哥抱抱。哎呀，大宝贝儿，你还说呢？怎么突然给我买法拉利啊？你不要过生日了吗？哥送你个生日礼物。那也别买法拉利呀，多贵！一辆车700多万，能买不少股票呢。就知道买股票，你倒水去。啊，不喝。喝我这个，我这刚沏的。这不过生日吗？哥送你点礼物嘛，这就正常。来，我已经有辆宝马了，能用。再说了，现在公司不是困难吗？谁说公司困难？公司困难，我给你买这么贵的车呀！我告诉你啊，过这村没这店了。我已经有宝马了，谢谢哥。再说了，我不喜欢跑车。别废话，下午就买车去啊！另你别穿成这样啊，让那帮臭男人盯着。行，看看什么下期杂志封面，哟，还挺漂亮啊！不懂时尚。哎，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那新男朋友啊？哪个啊？你这孩子。
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啊？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告诉你，杨书记，我都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你说咱们俩在向省长汇报工作，是不是？他跑出来还公然唱反调，他还有什么限度？我说了一路了，我不是当众批评他了吗？你也没必要说什么自成一体吧？他就是自成一体。本来啊，我想在下午开会的时候，我想着重的说一下，没想到他还跑了。他要真跑了，你得负主要责任。汉仲就你不容他，是我不容他，还是他不尊重我呀？他眼里头还有我这个集团总裁吗？哟，宋和平啊！喂，和平啊！哎，杨书记啊，我回平州了，下午的会请假。啊，周总跟我说了，和平啊，周总是有口无心啊，你别介意。是，我知道。那个你也转告周总，我也没有恶意，真的啊。好，我转告他啊。人家对你没啥恶意啊。不是杨主席，我就闹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突然看上这南柴了？有这北极的教训还不够啊？那不是亲儿子，养不熟。有这北极一个就够了，你现在又领养一个，图啥呀？周导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有一天孙和平的北极厂不向我们提供配套动力总成了，我们集团企业每年所需的8万台甚至10几万台各类发动机，问谁要？换一家呗，还问谁要？离了他地球还不能转了？生产发动机的这还就他北极一家了？那谁会给咱们那些价啊？可是低于市场20%啊！也是，哎呀，还是你站得高看得远呀。你以为呢？整天光知道下机器，机器复机器嘛，还木兰当户织呢。小平，我首先声明啊，我会拿出我最大的诚意，促成咱们这次历史性的双赢啊！但是呢，你得在资本市场上我先起义。哎，必定，你少来啊！没有起义这一说，就是合作。我们愿意收购红星重装的股权。我知道，那任延安在你这儿借了不少钱，拿了1亿股的红星股权反而做抵押，是不是？是的啊，你看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，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啊！告诉你，兄弟，我也有一个重卡整装的制造梦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对吧？你我是兄弟嘛。我要打造一个传之后世的伟大企业。是啊，所以你还会在汉中啊卧薪尝胆，与魔鬼为伍，也不一定啊。我怎么觉得那魔鬼是你呀？啊？怎么会是我呢？我是天使。你别出去瞎传啊！你传到杨柳耳朵里又跟说瞎说了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去吃饭？老杨，你真的已经开始防着你那血亲的老同学了？我本来想把南柴纳入北极，加到集团的股权权重，甚至绝对控股，不能只比北极持股会多1000万股，但被孙和平看出来了，死活不干。所以你就准备了第2手。是的。喂，哦，小华，我马上出发，这就到啊，你先点菜。老杨，又出去这些？哎呀，昨天约好了，有点事。不是，我这一肚子话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想和你积积呢。你把你那一肚子话先存一会儿啊，咱俩天天在一起，我有的是时间听你积积啊。要哪了呀？我怎么还没看见你呢？啊！快点儿！听见没有？人呢？曼丽，怎么那么磨叽啊？别老吵，啊！
你先别生气啊，我刚要出门呢，就被马姨他妈给叫去了，就是你们马总他夫人。有什么事儿啊？见不得宝贝女儿受委屈呗，人家贴补女儿零花钱，出手就10万。哎，这10万块钱咱慢慢借来先用一下，反正马姨她又不知道。开什么玩笑？君子不穷，德不可失，志不可短，人不可违，懂吧？我就说借用一下，又不是贪污他的钱。那也不行。曼丽，其实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还是挺佩服人家马姨的。家境环境又好，而且仍然自己出来奋斗，还兼职了2份工。这样的话，咱们2人更得出来奋斗。跟着我干什么呀？看房啊！你现在怎么看房啊？赶快去宏远集团要钱啊！行，那我现在就去啊。这能干成什么事儿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说说你请客还敢迟到，要是换别人我早走。刘省长来视察，时间稍长了点儿啊，别生气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聊聊天。你还当我是当年那个刚到汉江大学报道的新生啊？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新生。我还记得你报道那天穿了一件碎花的连衣裙，半高跟白色皮鞋，花枝招展的就走了过来，是吧？所以我身上穿的不是碎花裙，是你们这些男生色眯眯的眼睛。哼，那些眼睛，包括我明亮的大眼睛，最后不都败给刘必定那双小眼睛了？必定，那个不开玩笑啊，说正事儿，就是我们那个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事儿，当真是任延安告诉你的？不会是钱平吧？平平？怎么会是他呢？如果是钱平汇报，那他直接就汇报给杨柳了。知道是，一针见血。其实呢，老人把这些事跟我说呀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想要跟我形成一个共识。那就是红星重装的这1亿法人股，无论转让给谁，也不能转让给你们汉众集团。你跟他说呀，我们北极跟那汉众集团不是一回事儿。事实上，它不就是一回事吗？哎，不是一回事啊！北极怎么到今天的，你清楚啊？是，我是知道。那汉众集团就比我们北极员工持股多1000万股，那人家也是你们的第1大股东。我那是看在陈丽娟市长的面子上给他的。哎，当时这个国有股，如果是让省国资委直接持有就好了。杨柳能同意吗？就现在他还做梦想绝对控股呢。所以啊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啊，咱们呀可以绕过汉众集团。你看，咱们俩呢成立一家合资公司，我呢用红星重装的这个股权来入股，你呢用你的募集资金来入股，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？看看啊，象牙露出来了吧？你是惦记我后面那募集资金吧？所以这才是你真正找我的目的，想让我给你交底，对吧？我也是没办法，小华，我信不过刘必定，但我信得过你。可是刘必定他多聪明啊，他那些大事根本就不跟我说实话。我也不知道他跟孙和平私底下到底有什么交易。不怕你笑话，我们2个已经分居3年多了。我现在呀，正在构想汉众、宏远还有北极的3国演义。嚯，你这是要青梅煮酒论英雄啊？哎，你看啊，如今天下，英雄是杨刘2家。哎，还有孙子啊，必须的。现在还没有你孙呢啊，你孙现在还是在给杨拎包跑腿当店小二呢。必定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孙某的雄心，不在你刘洋之下啊！机缘一到，我必扬眉剑出鞘。我今天就送你个机缘，我帮着你，
奠定重卡工业装备天下地位的机缘。不，什么机缘啊？你给我来点实际的，别给我来那虚的，把你肚子里那汤汤水水全给我倒出来。好，那咱们就说破英雄惊煞人，听我给你细细述之。刘必定，这个多情种的，见着漂亮女人个个爱，每次都爱得轰轰烈烈。悔改书倒是写了不少次，就是不改。这件事情在宏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这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，小华。我原来以为你们在一起，就算是不幸福，也不至于这样。这不是互相折磨吗？不是互相折磨，就是他折磨我。我的心早就已经被这个花心大萝卜给伤透了。太多选择时的执着，不顾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太多明暗中的较量，谁能掷地有声的决定了方向？就算理想曾被深埋，有梦怎会轻易掩藏？勇敢去吧，迎着狂风的怒吼，别再理会荆棘和沙。呼喊着吧，心中奔涌的热血，将桎梏挣脱再释放。那昨天的自己，浮沉中的自己，向命运对抗。像孤单的英雄，不需要谁鼓掌。向前去吧。